随着福建舰第4次试航归来，以及早前弹射器实验画面的曝光，我国第一艘弹射型航母正向着正式服役稳步前进。同时，中国的第一款4代舰载机歼35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试飞工作。虽然其具体性能我们无从得知，但不妨碍我们借此和大家聊聊当代的先进舰载战斗机到底是怎么个事儿。飞机的出现使得人类可以从空中攻击地面，而航母的出现又使得飞机可以摆脱机场的束缚，在公海大洋作战，或在敌方近海对其内陆的目标展开打击。与一切武器装备一样，航母舰载机的发展离不开需求的牵引和技术的进步。以美军为例，作为世界上航母规模最大、使用经验最丰富的海军，其舰载机发展大概有过4次转折。朝鲜战争以后，秉持着核制胜观念的美军开始批量装备 A3、A5 等具备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大型攻击机。后来，随着更隐蔽、作战效能更高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出现，舰载机的任务又向着传统的常规打击与近距离空中支援转变。这期间就诞生了著名的 A6、A7 以及为他们护航并兼顾打击任务的 F4。到了上世纪70年代，远程空射反舰导弹的高速发展使航母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越南战争后，图 22M 与哈2的组合让美军如临大敌，因此美军发展了 F14和 M54的截击组合，并将 A7 替换为了具备一定空战能力的 FA18。正应了海军历史学家诺曼·弗里德曼的那句话：航母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自己。苏联解体后，过去的威胁似乎都不复存在，航母变成了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工具。2001年，美军对阿富汗发动持久自由行动时，由几乎没有前线机场供飞机起降。战争的前3个月里，其舰载机联队提供了 75% 的对地攻击架次和超过 50% 的弹药投送量，频繁进行远离本土甚至远离海外基地的行动，又极少受到空中威胁，使美军越来越倾向于选择 FA-18EF 这种侧重对面打击能力的多用途战机包打天下。而 F-35C 显然是这一思路的延续。那么我军所面临的战场环境又是怎么样的呢？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军航母战斗群需要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战略目标下，前出台湾省以东海域进行区域控制，对企图干涉的外军军舰与战机进行拦截，同时要做好与美军航母战斗群以及从日本、菲律宾起飞的军机进行作战。在拥有强悍挂载能力的歼15与丰富且成体系的各类反舰导弹后，我军新一代舰载机要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制空作战。这并不需要舰载机拥有太大的航程及丰富的挂载能力，但需要其拥有较高的出动架次率和较强的空战能力。这样的需求使得 FC-31从一个自筹资金开发的粗糙验证机，经过不断迭代，演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歼35。该系列战机最初亮相在2012年10月31日，这一天 FC-31的第一架验证机进行了首飞，这也就是网友们戏称的发财31 V1.0。这架验证机采用了主翼、平尾、垂尾均为梯形翼的常规布局设计，动力系统为双 RD93 发动机，使用两侧进气 DSA 进气道，机首带有空速管，机身黑色涂装，编号31001。FC-3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2型隐身战机，它也让我国成为了第2个有能力同时开发2款隐身战机的国家。但此时的 FC-31整体构型不得不说还很让人眼熟，再加上后来曝光的2元矢量喷管自由飞风洞模型，我们不难看出它只是一个立足于模仿现有成熟型号构型立项的短平快项目，距舰载机显然还相差甚远。在后续的日子里，其设计单位沈飞又对 FC-31进行了多轮改进，在2016年12月首飞了改进版本，这一版本被网友称为 FC-31 Block 2.0。其改进的具体细节为：一、使用了整体式座舱盖；二、梯形垂尾改为后倾双垂尾；三、垂尾平尾与主翼都进行了切间处理；四、双发间距有所缩小；五、进气道与机身形线有一定程度的修改。2017年中旬，沈飞试飞了 FC-31 Block 3.0 版本，该版本在诸多设计上进行了进一步升级。相较于 2.0 版本， FC-31 3.0 改进如下：一、前起落架后移，为机头腾出更多的设备安装空间；二、对机头外形进行了优化；三、平尾略微后移，提升了操纵性。此时的 FC-31 已经很难看出 1.0 的影子了。到了4年后的2021年10月，一架尾翼上印有飞鲨标记、机号为350003的原型机照片曝光，经由 FC-31一路改进而来的歼35终于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此时的歼35已经趋于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主翼一定程度上放大面积，增加升力，改为折叠机翼以适应舰载需求；二、座舱后的机背加高，获得了更大的机内空间，进一步减阻；三、座舱盖由前开式改为后开式，
这一设计与 F-35相似，它有着更合理的舱盖开合角度，也拥有不拆卸舱盖换装弹射座椅的能力。4. 换装了新型带锯齿喷口的发动机，同时发动机进行了适应舰载环境的改进。5. 增设 EOTS 和 EODS 等光电系统，增加并完善了所需的航电设备。一系列改进使得 FC-31蜕变成了即将服役的歼35舰载机。12年来，这款飞机上倾注了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有别于陆基战斗机，舰载机为了能适应航母跑道有限的特殊起降环境，其一般需要有优异的低速升力特性与较好的纵向和航向飞行控制能力。而增加升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放大机翼面积或使用增升装置。比如 F-35C 相比其陆基型号放大了接近 35% 的机翼面积，苏33、歼15则使用了开缝机翼进行增升。然而，增大机翼面积除了增加结构重量外，还会给高速飞行带来更大的阻力，影响飞机的机动性。开缝机翼虽然增升效果好，但对隐身战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强散射源。那么，在极窄的设计范围内，综合优化机翼设计参数与机翼整体三维扭转，来实现低速高升力、高速高机动的设计目标，就变成了设计师的首要任务。从目前公开的图片来看，歼35的翼型相比其基础型号进行了后缘修型设计，增加了后缘的饱满程度，并采用一定的反弯设计，理论上改善了逆压梯度分布，提升了低速的气动效率。隐身舰载战斗机因为有拦阻钩及武器内埋等要求，导致机身横截面积不得不增加。同时，由于舰载机天生机翼面积较大，为了满足加速性等设计指标，整机在跨声速范围内有着较大的减阻需求。同时，机翼的设计还受到结构高度、油箱容积等约束，通过异形弯钮布置减阻的设计空间较小。另外，机身的外形曲面受到总体布置、结构高度、飞行员视野、进发匹配系统化设计、几何外形隐身等多因素的强约束，飞机外形可调整约度也非常有限。但是在这种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条件下，设计团队依旧对歼35进行了大量的精细化减阻设计，包括进气道唇口修型、后机身修型以及座舱前后缘修型。由于歼35采用 DSI 进气道，使得其进气道溢流作用相对显著，膨胀气流流经唇口边缘处会产生垂直于局部形面的吸力风，这一现象在跨声速零引脚时更为突出。此时上唇口处的溢流更加明显，进而产生较强的心理膨胀区。设计团队利用这一特性，通过修改进气道唇口上方形面，将原本处于升力方向的吸力减小，并将其引导至阻力的反方向，从而达到减阻的目的。将来公开展示有近照的话，我们应该能看到唇口上缘明显的凸起设计。一般战斗机后机身存在平尾、垂尾等翼面，以及适应发动机舱而设计的曲面凸起。舰载机的尾钩装置又提供了一部分额外的阻力。研究人员通过精细化仿真手段，对垂尾、发动机舱、喷管、平尾等多部件耦合流动的局部流场分析发现，在垂尾根部前缘位置将后机身上表面局部加高，利用垂尾击波在发动机舱凸起曲面的背风面产生高压，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压差阻力，抵消了一部分尾钩产生的不利影响。很多人看见歼35的照片时，第一印象是头好大，这其实也是减阻优化的一个结果。通常跨声速阻力的主要来源是击波产生的波阻，正向迎风面积越大，击波压缩角度越大，所产生的局部波阻就越大。而整机流场中，前机身及座舱处击波强度最大，对全机的跨声速阻力影响最明显。在保证飞行员视角不变的基础上，设计人员对前机头上表面和风挡过渡区形面进行了均匀过渡，这可以有效减小前机身及座舱处击波压缩角，从而降低局部击波强度。在战斗机巡航的过程中，垂尾、座舱等正向迎风部件处会产生强击波，在击波后方会出现膨胀波导致的逆压梯度区域，从而导致全机阻力增加。由于座舱后的膨胀波强度较大，对阻力影响最大，所以歼35将座舱极限曲面进行适当加高，以缓解表面气流横江强度，实现逆压梯度的优化。这也是照片中歼35显得头好大的原因。值得一提的是，歼20A 也进行了类似的改进，并伴随有机头的整体修型，进一步降低了阻力。除了气动设计，结构设计也是四代机，特别是舰载机设计的一大挑战。尽管四代机在结构上开始大量采用新材料和新制造技术，特别是随着四代机内置弹舱等隐身需求与飞行性能需求的不断提高，机体操纵及结构开裂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如 X35 比设计超重了2237千克，F35A 超重了640千克。
美军还投入了3.5亿美元，针对 F-22的162架飞机进行了抗疲劳结构改进，以解决机体寿命不达预期的问题。近年来，增材制造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其中高能束增材制造技术具有无模具、周期短、不受零件结构和材料限制等一系列优点，是一种革命性的先进技术，可以突破传统制造技术束缚。除了快速试制与增材修复外，可以制造出一些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大型复杂整体结构和多种材料复合的梯度结构，甚至功能与结构融合的一体化结构。FC31在改进的过程中，应用这些技术制造的机翼机身整体大部件，省去了大量的焊接结构、接头连接或板杆组合结构。众所周知，焊接结构抗疲劳性能弱于一般木材，且制造过程中需要专用的焊接设备和家具，焊接区域的性能及结构变形难以控制。而接头连接或板杆组合结构的零件数量多，结构重量大，疲劳薄弱，环节多，制造周期长。相比之下，使用增材制造技术生产的机翼机身整体大部件结构减重显著，在一根区减重30%，全机疲劳薄弱环节减少50%，机翼油箱增大9%，且结构件、标准件工装数量减少50%，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使用增材制造技术制造的微横架多功能点阵结构具有极高空隙率，可在内部布置管路等通道，实现结构与功能的融合，从而进一步减重。由于舰载机特殊的使用情景，其在弹射起飞和阻拦轴件时需要承受巨大的冲击载荷。同时，舰载机在海上服役时，不仅受到盐雾的侵蚀，还会受到航母上各种废气，包括舰载机发动机废气的腐蚀。特别是这些废气与海洋盐雾组成 pH 低至 2.4 到 4.0 的高酸性潮湿液膜，使其受到的环境腐蚀问题相当严峻。根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郑杰教授团队的研究结果，在飞机金属结构裂纹的初始阶段，腐蚀环境对疲劳寿命影响并不明显，但在裂纹扩展阶段，腐蚀环境极大地加速了裂纹扩展，并加剧了裂纹扩展的分散性，致使结构件难以长期使用。而增材技术可以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属结构材料结合成一个梯度复合化结构，如果合理设计材料的梯度分布，就可有效抑制腐蚀环境在裂纹扩展阶段的不利影响。从歼35复杂的减阻设计和先进的机体结构可以看出，设计团队对其飞行性能的重视。其并没有类似 F-35C 突出的弹舱设计，也就意味着歼35大概率不具备内置远程反舰导弹的能力。这10年来，随着舰载机批量服役，我国突破了一系列舰载机研制的关键技术，但由于短时间内机型种类快速增多，甚至航母本身都在快速更新换代，要在件件适配维修性设计、腐蚀防护与控制、按键一体通用化保障系统研制等工程实践上，用10年走完强敌几十年的路，谈何容易。以美海军为例，其航空系统司令部针对舰载机保障设备，从2000年开始就专门启动了 PMA-260 项目。该项目团队针对各型舰载机的维护开展分析工作，在推进现有设备升级的同时，设法解决保障设备通用化、小型化、综合化等问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直到近些年才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我们想要迎头赶上，在型号刚刚落地、服役尚未开始、大量的实验验证逐步推进的阶段，就得积极总结经验，并且对配套系统设备的整合改进项目提前做好规划，力求更快地将装备从能用转变到好用。除了机务保障的各种问题，想要增加出动驾驶率，舰载机的起降效率也非常重要，其中安全着舰是重中之重。飞行员在完成训练战斗任务后，身心本就疲惫，又要完成高难度、高危险性的着舰任务，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夜间尤其如此。为减轻人工着舰时的飞行员工作负荷，提高着舰精度，英美联合开发了舰载机精确进近与着舰增强控制技术，简称魔毯。魔毯技术是基于直接升力技术，由计算机对飞行轨迹与舰船姿态进行解析，飞行员只需要做到看灯、对钟2个动作即可完成着舰。飞行员操作双杆的次数由200到300次简化到10到30次，极大地提高了着舰效率。由于当年正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型歼15不具备有装备类似辅助着舰系统的能力，但我们对这种技术的研发从未松懈。相信随着新型舰载机的服役，我们很快能看到类似系统甚至全自动着舰系统在003上出现。上述种种无不在说明着，舰载机并非陆基战斗机在航母上简单起降，无论是其本身还是配套保障装备，都需要很多复杂且独特的技术支持。
不过我们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新一代舰载机一定能让已经使用了10年歼15的人民海军航母部队走上发展的快车道，早日实现强军目标。如果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哦。